大家好，这里是微语看世间，我是陈微语。6月14号呢，我在网上看到大家都在祝福川普总统74岁生日。顺便呢，我又看到了中共党内学习时报的消息说，6月15号是习近平的生日，简直是太惊讶了。算一算这个时差呀，这东西方两大巨头竟然是同一天生日。难怪之前总觉得川普总统对习有一种特别的好感，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同一天生日的原因呢？你们知道我对他们俩同一天生日的感受是什么吗？我突然觉得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大家都知道《封神榜》，残暴无道的纣王因为对女娲娘娘的画像心生邪念，女娲娘娘呢就派九尾狐去迷惑纣王，祸乱商朝。而周武王在姜子牙的辅佐下有如神助，于是呢，武王伐纣顺应天时，而纣王在妲己的迷惑下倒行逆施，内政分崩，最终在内忧外患中结束了一朝的统治。这中共的统治比起纣王来说，有过之无不及。纣王对神不敬，心生邪念，招来了亡国厄运，而中共砸庙、毁佛像，迫害法轮佛法信仰者，迫害基督教信徒，迫害一切有信仰的人，这种罪恶绝对是会遭天谴的。中共亡党亡国也是必然的，天灭中共也一定是必然的。当然了，这天灭中共，它也不会是大家坐那儿天就塌下来了，砸在中共头上就灭了。那一切呢，都会在上天的安排中有序的发展。所以呀，这个川普和习近平两个人同一天生日，似乎呢是被安排来做天灭中共这件事情的。一个呢是从中共的内部来加速中共的腐烂，另外一个呢就从外部施压加速中共的解体。我觉得呀，这好像是天意。我有一次发推说，习近平谁都说他傻，谁都看不懂他想干什么。我说呢，他其实没做错。如果上天让他当了这个习皇帝，那就是让他去做各种蠢事、丑事、坏事，去暴露这个中共的丑恶，从而呢来引发全球对中共的围剿。否则呢，中共的谎言还在继续欺骗全世界。虽然中美领导人是同一天生日，我却看到了截然不同的生日祝福的画面。在密歇根州和佛罗里达州都有川普的支持者组织游艇游行活动，为川普总统庆祝生日。高空鸟瞰，游艇队伍浩浩荡荡，挂满了支持川普的标语和美国的国旗，真的是让人感动。推特上呢，也有超过10万的推文祝福川普总统生日快乐。对于川普总统来说，我想这种来自民间的祝福应该是最让他感到欣慰和开心的吧，因为这是对他发自内心的赞美和拥戴，而这种情形呢，在美国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吧。而习近平的生日呢，中共党内理论最新动态的学习时报用这个头版的整版评论来吹捧习近平，形容习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皇帝穿上皇帝的新装，觉得把马克思主义升级到21世纪的习版本是多么的伟大，而这顶臭不可闻的高帽子，估计也只有他自己闻不到臭味，觉得很受用了。今天呀，我看到一则消息说，川普政府向国会发布了白宫人事年度报告，包括白宫全部377名雇员的姓名、身份、工资和职务。川普总统任内白宫年薪支出的总数是3580万美元，比这个奥巴马政府每年节省了2500多万元。工作人员的总数呢，也减少了140人。就单说这个为第一夫人工作的人数吧，米歇尔·奥巴马用了44个人，而梅兰妮亚呢，只用了5名工作人员。奥巴马把他自己的丈母娘呢，都弄到白宫里，变成了工作人员，年薪16万，职责呢是照顾他的孩子。奥巴马下台以后，他岳母还按照白宫官员一样拿退休金。
而川普总统呢，他自己的年薪只领取$1，其余的呢，全部都捐给了内政部，用来建设和维修军事目的。当然了，这种好新闻，左媒是从来都不会报道的。左媒呢，一如既往的抹黑川普，操控民调。CNN 的民调还是拜登领先。疫情过后，川普支持率下降，打砸抢骚乱以后呢，川普支持率持续下降。反正呢，从来都没有好过。但是呀，最近有2个相对独立的民调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一个呢是福布斯给出的5月31号到6月2号的调查数据，显示呢，58%的民众支持川普派兵平息骚乱，反对的只有30%。即使是民主党选民中呢，都有半数的支持。还有一个呀，是6月5号的 Rasmussen 民调，川普总统的工作认可度再次保持在了历史的高位48%，而且呢，黑人的支持率达到了41%，强烈支持的达到25%。这可是那些大唱川普种族歧视的人不愿意承认的了。川普总统也发文说，他自己是除了林肯总统以外对黑人最好的总统。这话呢，绝对不是吹牛。林肯他是历史上第1个解放了黑奴、确认黑人合法地位的总统，是美国黑人心目中的第1总统。而川普的政策呢，也都是为穷人着想，比如呢，吸引制造业回流，提供就业机会，降低税收，拉动经济，帮助那些愿意自食其力的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创造财富。如果不是这波疫情的影响，美国经济一直会强势增长。黑人呢，就是穷人中受益最大的群体了。有很多黑人都发自内心的支持川普总统，在这次的骚乱当中呢，也有很多有良知的黑人站出来为川普总统说一句公道话，大声地说出弗洛伊德不是我的英雄。有一个民主党人士的女儿才10岁，有一天呢，这个小女孩呢就跟她的邻居聊天，说她长大了要加入民主党去竞选总统，给每一个穷人发$50。她的邻居就说，这样吧，我呢需要打扫院子，你就帮我打扫院子，我给你$50，这样呢你就可以拿着$50呢去送给穷人了。小女孩想了想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请穷人来干活，然后把钱给他们呢？她的邻居马上就说，恭喜你加入共和党。小女孩若有所思，被家长领走了。天性善良和纯真的人呐，都会像这个小女孩一样，会想明白川普总统做的是真正的帮助穷人。民主党呢，其实是跟中共如出一辙，他们呢是摆明了就想做坏人，想害人。不过呢，他们也跟中共一样，自以为聪明，却没想到呢，将坏事干绝的时候，反而是过犹不及。那些原本还有些糊涂，被民主党的自由言论蒙蔽双眼的人，突然有机会就看清楚了，究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有一个网友留言说呀，以前很讨厌川普，在这一次的骚乱中呢，立马就掉头来支持川普了。其实这样的人很多，民主党的处境就如同中共的处境，机关算尽，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全球围剿中共已经是必然的了，中共内部各种反习势力蠢蠢欲动，加上北京疫情告急，大有即将封城之势。迫于美国制裁压力，香港国安法也有搁置之嫌，中共已经是穷途末路了。6月10号，美国150名国会议员提交了一份国家安全报告，要求呢制裁中共高层以及其配偶和子女。报告提出了有史以来对中共最严厉的制裁，包括冻结所有中共官员和直系亲属在美国的财产和终止他们的签证。制裁清单包括了25名中共政治局委员、171名候补委员以及中共19大所有2280名代表和他们的家人。这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制裁清单呢。
这些人当中有多少人拿着美国绿卡？这些人利益受损，会不会是最先跳出来反袭的人呢？狗咬狗的恶战恐怕还会愈演愈烈。听说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跟中共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夏威夷密谈。在这个时候去美国密谈，而不是去中国或者是第三国家，可以说中共还没有谈就已经矮人一截了。所以呢，有很多人分析中共呢是去认怂服软的。从表面上看，当然可能是这样。我们从最近一些事情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来。一个呢是李克强的报告传递出中国月薪1000元的低收入人群呢还有6亿，中国呢还是个发展中国家。第二个呢是香港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在专栏文章中预测国安法不会也不应该赶在6月份出台。他的文章呢实际上是预告国安法出现了难产。中共强推国安法本来是敲锣打鼓，声势浩大，一时间呢是闹得山雨欲来风满楼，现在呢却突然刹车难产。那很显然，中共似乎感觉大事不妙，想要讲和认输了。不过呢，中共永远都不可能真正认输，顶多呢是往回走几步，韬光养晦，缓兵之计。当然了，蓬佩奥也不至于会被中共假惺惺的摇白旗骗到。蓬佩奥是力主打击中共的，甚至呢曾经被川普认为是对华态度过于强硬而疏远他。所以呢，我们可以相信蓬佩奥是不会被中共糊弄的。去谈判呢，只是想看一看中共此刻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中美的博弈已经走到了绝对的零和博弈，也就是说呢，不可能再有任何的合作的机会，双方呢只有一个赢家。我们可以等等看国安法是否继续实施，美国是否继续出台制裁措施。我相信啊，川普总统一定会坚定的反共到底。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订阅、点赞和转发。我们下次再见。